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对在哪里？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大展宏图，但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如果不想遵守，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我警告你，你的所谓同情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项：一，把事情去摆平解决；二，马上走人。哎，我们缺一法律顾问，你要是愿意，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过来给您介绍投资人的。好啊。郑凯旋，在开玩笑，我很认真，我就当是个玩笑。您要不要先看一下我帮您起草的协议？你白起草了。最近我恰巧看过一个采访，是郑凯旋先生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膨胀。有一次，一个他最好的兄弟跟他说有别的人要投，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觉得这是一种背叛，于是就对那个好兄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他现在非常的后悔，他真的希望这个好兄弟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改正这些错误。那这话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钢铁直男嘛。这是他的道歉方式，他给您开的条件优于所有的投资人。其实，我也应该跟您道个歉。虽然说以您太太的名义注册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竞业条款，但是还是会有诉讼风险。如果郑凯旋他真的想要找您麻烦，发起诉讼的话，那您的公司您太太的公司就会官司缠身的。实在抱歉啊，张科先生，我不应该给您出这种馊主意的。你让丽娜给郑凯旋打个电话，就说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好。还有什么事儿吗？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你最近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柏静红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他很快就会是的。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不是所有的机密都是商业机密。那你马上把所有的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都找来。已经发您了。还不下班啊？我为什么还是觉得他
有点像那天那个送外卖的。你从哪儿看出来人家像送外卖的了？你要再这么背后议论罗宾，我没有背后议论他，那你说人找一助理是送外卖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别人说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的女孩送外卖的来当你助理，你会怎么样？那我一定跟他翻脸。我是有职业荣誉感的，任何进入我们律所的人啊，无论是男女老幼，必须是毕业于名校。那你说人家罗宾找一送外卖当助理，你什么居心啊？我就是说，他有点像。你有脸盲症。是，我经常认错人。我有脸盲症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误会你，为了你好。我以后再也不乱说。快去吧，赶紧下班，赶紧休息。我有脸盲症。顾姐在你办公室等你，说什么事儿了？跟白金红有关。您找我？有事儿，白金红还记得吗？白金红，当然记得。他昨天晚上非常激动，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他找一个有关知识产权方面最好的律师。你应该跟他说，就是最好的保姆也不能随叫随到。特殊情况急茬。您的事儿都是急茬。他现在是被告，原告有可能深思熟虑，被告完全是祸从天降。他是廖佳敏的客户，早就不是了，换了好几茬了。喂，白总。对，我现在就在罗宾律师的办公室，他已经答应了。是的。好，那一会儿见。白金红马上到。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算我求你了，白金红是我最好的朋友。应该说，你一直想把他发展成你最好的客户吧？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不，你应该知道，我接任何客户的前提条件是，不跟任何律师合作。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这是我的原则。白金红可是我的朋友，是我把他介绍给你的。你可以不介绍给我，现在也还来得及。是这样的，白金红是一个难缠多疑的人，我担心他会让我跟你一起代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比较长，信任度可能更高一些。既然如此，他早就应该是你的客户。是我觉得熟人之间最好不要有利益关系。那您的意思是现在跟他不是熟人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您问，你为什么从来不跟其他律师一起合作呢？是怕被别人抢功吗？是怕被别人甩锅。甩锅？你可从来没有输过。那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输了，我不能推给任何人。我以前是那边的产品设计主管，后来白总挖我过来做总设计师。你的意思是说，你从耀斌公司辞职，导致他们对你怀恨在心，故意起诉你泄露公司机密，把白总也牵扯进来，负连带责任。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只要我让麦琪走人就没事儿了。他们太不了解我了，我白金红可不是被吓大的。你给我发一张传票，我就应该按照你的旨意，把我的总设计师开掉。那传出去成笑话了，以后谁还敢跟我干啊？现在先不要激化矛盾。他们是怎么发现你泄密的，抓住了你的把柄？就是有一天，我跟以前的同事在网上聊天，他把他们的设计图发给我，让我提点意见。结果他们主管看到，就当场报警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套，他们的员工给我设计师发图，他们应该去告自己的员工，凭什么告我们？他们有权利选择起诉谁或者不起诉谁。我建议啊，我们的重点不要放在谁陷害了谁，不要放在两家公司的诉愿上面。说得对，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证据。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先把自己摘出来。
我们就说是对方设计师主动把设计图发给我们看，要泄密也是对方设计师泄密。不，如果承认对方的设计师泄密，那么白总这边肯定也脱不了干系。对呀，这就等于承认我们的产品用了对方泄密的图纸，那人家是可以要求我们停止侵权、下架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否认，那些设计图纸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商业机密。对，没错。如果那张设计图不是商业机密，那就不存在泄密一说了。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会在聊天软件当中主动给另外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发图看呢？很好解释，就是两家公司设计师之间分享灵感、交流经验。那怎么证明这些设计图不是商业机密呢？那些设计图纸都是向供应商购买的，只要没有证据表明供应商是单独为哪家公司设计的，就不应该被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机密。我给你们推荐的人靠谱吧？太靠谱了，咱们这就签吧。我们这是属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开展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增加猪肉市场供给。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纵然百孔千疮。廖主任，你是越长越帅了。你越来越年轻了。听说你和何塞一直在明争暗斗。麦飞说的吧？他在你们那儿实习的时候，夹在你和何塞之间，两头为难啊。可在您那儿，他可是大红人啊。被告麦琪在离职以后，通过原同事李云波陆续获取耀斌公司的设计图纸，这些设计图纸均是耀斌公司用于生产的设计图。设计图纸上的产品大小、颜色、图案，都是耀斌公司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是为了解决某项技术问题，经由智力劳动获得的设计、程序、工艺方法等。此外，速征信息要构成商业秘密，不仅应处于一般的保密状态，而且获得该项信息需要有一定的难度。从4S店提供的电脑检测记录来看，该车的大部分设施显示已经行驶的公里数为5515公里，而部分设施显示的行驶里程为1767公里。被告麦琪利用与原同事李云波的亲密关系，窃取耀斌公司严格保密的设计图纸。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是两个曾经共事的设计师之间的正常交流。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二手劳斯莱斯篡改里程表之后，当作新车销售给顾客。涉案设计图所示的颜色、图案大小，也不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信息，属于销售欺诈。其任职的晋宏集团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全体起立。现在宣判，涉案图片的大小尺寸属于直接观察可得的内容，图片大小尺寸本身不蕴含任何技术手段，不能够解决任何技术问题，不属于技术秘密的保护课题。综上，法院驳回耀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由于证据问题，驳回了刘前进先生的诉讼请求。案件现在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我是刘先生的二审律师，我们在4S店发现了证据。
你现在马上给任小年他们公司做一个完整的裁员预案流程。裁员？裁多少？裁员名单我会发到你邮箱。公司希望他们自动离职，你负责让他们签字。他们公司没有 HR 吗 HR 也在裁员之列。那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动离职呢？你要告诉他们可能的后果，比如说呢？开除。为什么？你负责找到合理合法的开除理由。是任小年的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是并购。去做吧，一定要想周全，包括法律方面的流程、企业内部沟通和手续办理的流程，都要合法合规，避免引起法律纠纷。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肯做，我也不肯做，任小年他们公司依然会裁员，而且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不够专业，造成灾难性后果。除了裁员名单，我还需要他们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以及业绩、薪酬还有家庭情况。也一并发给你了。请进。你好。我们是公司请来的法律顾问。能不能不裁我？我在这家公司做了24年，我是这儿的高管。我这24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能不能不裁我？你要不要先看一看公司给你的补偿金？这份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如果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给你解释。